男孩只是习惯性的把可乐当水喝，没想到竟因此捡回了一条命。原来，此时小镇的地下水已被严重污染，凡是喝了污染水的人，都变成了可怕的绿眼丧尸。好在男孩平时只喝可乐，从不碰自来水，而他刚满月的妹妹也一直用瓶装水冲奶粉，这才侥幸逃过感染。然而，眼前这个口渴的男人就没那么幸运了。他一口饮下被污染的井水，很快便头痛欲裂。回到家后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牙齿竟变成了诡异的绿色。就在他疑惑不解时，楼上突然传来妻子的呼喊。下一秒，他的身体猛然变异，不受控制地扑向正在洗澡的妻子。妻子还未来得及反应，便也变成了绿眼丧尸。与此同时，小镇上大多数人因饮用污染水而相继变异，在街头疯狂游荡，四处寻找猎物。杰克站在窗边，看见邻居们四散奔逃，急忙问妈妈发生了什么。哪知妈妈缓缓站起身，眼神空洞。原来她早上喝了一杯用污染水榨的蔬菜汁，早已感染病毒。杰克吓得连连后退，试图让她冷静，可妈妈已完全失去理智。无奈之下，他只能夺门而出。就在这时，一辆汽车急刹而过，恰好撞断了变异妈妈的腿。司机赶紧下车道歉，并催促杰克快躲回家，外面全是丧尸，千万别乱跑。说完便慌忙驾车离去。不远处，几只丧尸正朝这边冲来。杰克咬紧牙关，一把拽住妈妈的双腿，拼命将她拖回屋内。就在丧尸扑到门前的前一秒，他砰地关上了门。为保护妹妹，他将妈妈锁进了卫生间。可妹妹的哭声却引得门外丧尸愈发狂躁。情急之下，杰克用玩具盖住婴儿车。随着哭声渐渐平息，外面的骚动也终于安静下来。危险暂时解除，但更大的问题摆在眼前：如何带着妹妹在这末世中活下去？正当他六神无主时，天空突然传来飞机轰鸣。军方为阻止病毒扩散，竟炸毁了出城的唯一桥梁，并切断全镇电力，任由居民自生自灭。第二天，杰克想用手机求救，却发现电量早已耗尽。看着饿得直哭的妹妹，他只好模仿妈妈的做法，用仅剩的一瓶瓶装水冲奶粉。随后，他担心被关在卫生间的妈妈挨饿，便拿着一把蔬菜进去。不料妹妹悄悄跟了进来，丧尸妈妈立刻扑向婴儿。杰克吓得魂飞魄散，急忙用蔬菜引开她。慌乱中，妈妈撞倒了电视柜上的一只夹角，或许是装饰品。那诡异的一幕让杰克彻底清醒，不能再坐以待毙。家里的食物撑不了几天了，他悄悄架起梯子观察外面，惊喜地发现，只要不发出声响，丧尸就不会察觉他的存在。目光落在家中养了多年的宠物猫身上，他灵机一动，用猫引开丧尸。他猛地打开门，猫咪窜出，丧尸们立刻追了上去。趁此机会，杰克抱起妹妹，头也不回地冲向街道。他本想躲进超市，却发现正门紧锁，后门也打不开。绝望之际，一双手突然将他拉了进去。对方是一名警察，自称强哥，说这里有充足的食物，足够他们撑很久。话音未落，玻璃外突然扑来一个变异女孩，竟是强哥的女儿。她也因喝了污染水而变成丧尸。杰克听后心如刀绞，再次提起自己和妹妹幸免的原因：他只喝可乐，妹妹只用瓶装水冲奶。强哥推测，这场灾难很可能是上层随意排放和污水所致。为验证猜想，他决定前往小镇水厂检测水源。临行前，他用铁丝网将女儿固定在超市角落，随后带着杰克兄妹从后门悄悄离开，驱车赶往水厂。刚到水厂，女儿便像被某种气味吸引，疯狂冲向一个水池狂饮。强哥不顾危险跳下去拉她，却在拽她上岸时，发现她的胳膊竟轻轻一扯就断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浑身湿透的丧尸从水中冒出。杰克见状，立即引开丧尸，拼命奔逃。他刚冲出水厂大门，身后已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感染者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他钻进车内，强哥则利用女儿的身体做掩护，也成功跳上车。眼看天色将晚，强哥决定带兄妹俩寻找安全的落脚点。不久，他们发现一栋豪华别墅。强哥攀上二楼，从内部打开反锁的房门。他将女儿单独关进一间房，杰克则把妹妹安置在角落。可当他们去厨房找食物时，饥饿的妹妹竟爬出了角落，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两名神秘人悄然潜入别墅，他们是军方特遣队，
奉命清除所有幸存者，以防核污染真相外泄。果然，强哥很快在屋内发现了被提前安装的炸弹。所幸他懂些拆弹技术，正要动手，视线却开始模糊。原来在水厂救人时，他不慎喝下了几口污染水，感染已悄然开始。强哥强撑最后一丝清醒，颤抖着拆除了炸弹，随后体力不支晕倒在地。此时，妹妹循着香味爬进厨房，两名杀手见状，竟将一瓶含有丧尸病毒的糖果撒在地上，企图诱使婴儿吃下。就在妹妹抓起糖果放入口中的瞬间，杰克及时赶到，杀手立刻扑上，一人勒住杰克脖子，一人捂住婴儿嘴巴，打算逼他也感染病毒，彻底封口。不料，刚被感染的妹妹突然发作，一口咬破女杀手的手指，病毒开始在她体内蔓延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变异的强哥破门而入，将另一名杀手扑倒在地，疯狂撕咬。杰克惊恐后退，却不小心踩碎了地上一个玻璃瓶，大量白色烟雾腾空而起，竟是丧尸病毒的解药。吸入烟雾后，妹妹体内的病毒迅速消退，强哥也奇迹般恢复神智。而两名杀手因吸入烟雾产生幻觉，竟将彼此视为敌人，举枪对射，同归于尽。杰克抱起妹妹逃出别墅，却见军方部队已持枪包围街道。他本想上前求救，却发现士兵不分青红皂白，见人就杀。他赶紧躲进暗处，幸好妹妹异常安静，未引起注意。望着满街尸体，杰克陷入绝望。就在此时，河面上缓缓驶来一艘小船，几名幸存者发现了他们，见兄妹俩可怜，船员将他们救上船，准备逃往其他城市。而强哥和他的女儿最终被军方发现，用喷火器活活烧死。本以为故事就此结束，然而当小船即将抵达新城市时，杰克突然想起强哥女儿，那只被扯断的手还留在船上，他随手将其丢入河中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，竟埋下了新的灾难。断手被河鱼吞食，那条鱼终将被端上人类的餐桌。影片至此结束，它警示我们，环境污染绝非小事，它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健康与命运。保护环境，就是保护我们自己。